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经络湾各户必须认领流放罪奴1人，无人认领者，当场处斩。我穿越成了罪奴？别怕，马上就回家了。这运气可真背，原主竟然是个被流放的傻子罪奴。必须继续装傻，一旦暴露现代人身份，我今天必死无疑。我赵家不差钱粮，只要身强力壮、会算账的，歪瓜裂枣别来沾边儿。赵家是本地第1豪门，府中大小姐也是出名的美人。要是进了赵家，这辈子都不用愁吃穿，还有机会一步登天。赵家主，小人曾在京城钱庄当过账房，珠算口算样样精通，求您收留。不错，带走。我要不要趁现在选一个？小姐，咱们连自己都养不起，万万不能再添一张嘴啊！还有谁没领罪奴的？这儿还剩一个。沈家丫头，你家也没个男人，不如把这傻子带回去，也好做个伴儿。从爹娘去世后，沈家就日益衰落，早已不是当初的金络湾第1世家，如今连杂粮饼都吃不上，哪里养得起这个大个子？赵东家，休要欺人太甚！我家小姐虽然家道中落，可也是正经好人家的女儿，一个连口水都管不住的傻子，怎么能配得上沈家？官差大人，民女无法认领此人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公然违抗圣旨！今日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抗旨不遵者，连同这剩下的傻子一并斩首。一旦他再次拒绝，我必死无疑。我必须立刻想出办法，逼他松口救我。双亲弃世后，我本就生无可恋，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难处，连累这个傻子白白送命。官差大人，民女愿意认领。他明明自身难保，却依旧主动选择救下我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，往后我在古代立足闯荡，便护他一世安稳。沈家大小姐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还领个傻子回家，真是心善啊！心善，我看是实在嫁不出去，才饥不择食捡个傻子凑合过日子。滚！都给我滚远点！一个个吃饱了撑的，站人家家门口嚼舌根，要不要脸？你这丫头耍狗的，我们说我们关你什么事？沈家容不得你们诋毁，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信不信我扫帚头直接抡你脸上？小姐，贵妈的药还欠着药铺的账，咱们连自己都养活不起，你为什么非要带这个吃白饭的累赘回来？我何尝不知道日子难熬，可我若是拒绝，他当场就会身首异出。事已至此，先进屋歇息，再慢慢想办法吧。沈清河明明受尽非议，家徒四壁，还是不顾旁人眼光，执意救下我这个陌生傻子，是个好姑娘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他们发家致富。造孽呀！这孩子的脸都饿绿了。来，孩子，快吃点垫垫肚子。奶奶，那可是咱家最后的口粮了。人活着才是根本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这孩子一路惊吓奔波，又是个傻的，先让他吃饱。沈家虽然穷，但这份人情味儿实在是难能难隔。他们守着物产丰薄的大海，却活活饿肚子，实在可惜。大海之内有黄金，他们不懂，但我可是海洋生物学的，想要靠着这片大海赚钱，轻而易举。第一步，先彻底解决沈家温饱。洋流交汇，礁石密布，海藻茂盛，大黄鱼和梭子蟹最喜欢这种环境。今天的口粮就靠你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能够操控海水！
来。水系异能再加上我对海洋知识的掌控，整片大海都是我的黄金渔场。往后我不仅能养活沈家，更能在这个异世站稳脚跟，无人可欺。鱼，吃鱼！嘿嘿。这是海里的大黄鱼，没有任何渔网划痕和鱼钩伤口。你是怎么抓到这些大鱼的？嘿嘿，鱼自己跑到我手上来的。鱼儿怎么可能自己主动跑到人手上？难道这就是傻人有傻福？嘿嘿，吃！你们都吃。你不会吃鱼吗？没关系，我会做。他平日里连碗筷都拿不稳，还会做饭。这人真是个傻子。他这手法比镇上顺风楼的厨子还利索。这傻子，不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好了，吃。嘿嘿。小满，你尝尝这鱼味道如何？小满，怎么了？是味道不对劲，还是鱼有毒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小姐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鱼肉。天哪，简简单单一道大黄鱼，居然能做得比酒楼饭菜还要好吃100倍。傻子，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有用的。小何，吃鱼。谁让你这么喊我家小姐？我们还没承认你呢。算了，让他喊吧，他一个傻子，没坏心的。小满，带他去里屋，找贵妈换上木箱里的那套青色长衫。小姐，他一个傻子，怎么配穿老爷的衣服？让你去就去。海边昼夜温差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冻死。来，孩子，换上吧，这是老爷生前的衣裳，我一直没舍得扔。老爷，老爷在的时候，清河可是咱们京洛湾最宝贵的明珠，可惜10年前老爷夫人出海时出了意外，就剩她一个小丫头片子守着沈家，这些年没少被人欺负，她心里的苦我都知道。幸好你来了，家里总算有个男人护着小姐了。沈清河看似柔弱，竟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苦难，不怕，以后有我在。真是个好孩子。这还是那个猕猴一样的傻子吗？小何，好看吗？你和我爹爹身形相似，穿上正好。小何不哭，老爷虽然不在了，但还有我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你能照顾好你自己就不错了。不管他来历如何，但他心思纯良，就让他留在沈家吧。况且他来了之后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吃上了饱饭，说不定他真是老天爷派给沈家的福星。沈清河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这院子是沈家祖产，断没有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的道理。丧期早就过了，你也该滚出去了。大伯，这宅子是我爹留给我的，你这样强抢，不怕众人唾弃吗？我只是按规矩办事罢了。要么你拿50两从宗族手里赎回这宅子，要么就滚出京洛湾，永世不得回来。沈家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，怎么可能拿出50两？此人分明是趁火打劫。别冲动，我们无权无势，一旦打伤宗族的人，整个沈家都会被追责，还会连累你被抓。明明一招就能解决这群杂鱼，偏偏要隐忍。为了不让他担惊受怕，只能先忍下这口气。大伯，你心知肚明，
我们家如今连下锅口粮都没有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我要50两，就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，没把你赶出沈家祠堂，已经算恩典了。当初老爷在世时没少接济你们，如今你们不念半分恩情，反倒上门抢夺小姐唯一的安身之所，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一个奴才也敢在这指手画脚，当心我把你发卖到窑子去！我走，我会带着所有人离开。可以，明天我给你50两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哪里有50两？算你们识相！明天天亮，我亲自上门取钱，看不到银子，立马带人拆房赶人。老大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？万一这傻子真凑齐了银子，咱们就没理由抢宅子了。放心，明天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无论他们怎么挣扎，都别想留住这宅子。小姐，我没事。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只是50两对沈家来说确实拿不出来，咱们还是先找个别的住处吧。小恒，我真的有办法拿到50两守住。你个傻子，连自己都顾不好，拿啥赚钱？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，逞能谁不会？你现在把我家小姐拖下水，你高兴了吧？小满，萧兰是好心，你别这么说她。50两我来想办法。小姐，你护着她一个傻子干什么？一直装傻下去，我的话永远都不会有人信。这个傻子身份，是时候彻底摆脱了。我拥有控水异能，配合现代提纯工艺，轻轻松松就能做出精品细盐。凑齐50两，帮沈家赎回老宅，轻而易举。控制水分子蒸发与结晶后过滤泥沙，再分离出氯化镁的苦味，保留纯氯化钠的咸鲜，这可比调试盐度仪简单多了。成了。那边海里有东西。这个成色，卖20两银子应该不成问题。50两，我该怎么办？萧兰，这么晚了，她怎么在这儿？这是精盐，她一个傻子竟然会制盐，她是真的为了50两在想办法。她怎么来了？萧兰，你刚好借着海边风浪，演一场逆水醒神的戏法，彻底摆脱傻子身份。萧兰！萧兰，你醒醒，别吓我！清河，别哭了，我没事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脑子清醒了，我好像不傻了。逆水竟然帮你恢复了神智，你真的好了？真信了，真好哄，不枉费我演这一场戏。对，我好了，小何，这些天谢谢你，因为你我才没被砍头，往后我一定护你周全。我真的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吗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掌柜的，劳烦您帮忙长长眼，看看这件宝物价值几何。这是东海粉珠，老夫经营珍宝阁30年，从未见过成色这么好的。公子若是诚心出手，我愿意出50两。没想到一颗珍珠就能卖50两，这买卖不亏。可以，就按您说的来。公子收好了，日后若还有好货，欢迎您再来，价格绝对给您最高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在下是来收卖细盐的，还劳烦小哥帮忙向内通报一声。想进咱功府盐司卖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滚滚滚！别堵在门口碍事。官府向来开门纳商，从未有过禁止平民卖盐的规矩。你们这般刁难，不合章法。在这里，老子的话就是规矩。看你这穷酸模样，分明是故意来闹事的。今天我就替转运使大人教训教训你。何事喧哗？竟敢在本官面前欺压来往百姓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齐大人恕罪，这小子要拿烂泥充盐，小人也是为了盐丝着想。烂泥，
你亲眼看过布袋里面的东西？没有，可他这种泥腿子怎么可能拿出上等精盐？大人不妨亲自查验，看看我手里的盐是否有资格卖给范延司。颜色雪白，入口即化。本官执掌盐政2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精纯的细盐。这位先生，里面请，我们入内详谈。不识贵客，仗势欺人，下去领50板子。完了，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萧先生，本官想问，这般顶级细盐，你每月稳定能供给多少？不能说的太多，不然被发现端倪，肯定会当异端抓起来。数量不敢夸大，但每月稳定供给10斗，毫无压力。你说什么？严司1年都制不出10斗细盐，若是能长期拿下此人货源，我的仕途必定更进一步。若先生真能愿高10斗，本官做主，以每斗800文的价格收购你所有细盐。契约在此，先生若是认可，便签字吧。和官府达成长期合作，往后就有稳定进行，正好趁此机会顺势扩大制盐规模，承蒙齐大人看重。来人，取50两白银作为萧先生首批供货定金。多谢大人厚爱。精米2担，白面2担，鲜猪肉10斤，食用菜油1桶，送到京洛湾沈家。1口大号铁锅，3口小号铁锅，10只竹筛，4只实木木桶，全部打好之后，送往京洛湾沈家。行，3天之内打好，准时送到。清河平日里的旧麻衣领口都破了，是该换条新的了。这件裙子帮我包好。小姐，那个傻子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你说他是不是走丢了？萧兰的傻病已经好了，不许再叫他傻子。天亮了，沈清河，银子呢？大伯，这是我爹娘留下的最后念想，求求你不要抢走它，再宽限几日，我一定凑齐银两。念想值几个钱？拿不出银子就给我滚蛋！敢欺负我家小姐，我和你拼了！一个卑贱奴才也敢对我动手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老子弄死你！住手！这笔银子我来付。带着你的人立刻滚出清河的宅子。晚了，50两是昨天的价钱，想要保住宅子，得交100两。无耻！昨日说好的50两，你这是坐地起价。想凑钱也简单，把沈清河和这狗奴才打包送去窑子抵债，也是个办法。动手，把沈清河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你们会遭天谴的！小姐，你们放开我家小姐！别动他！萧兰，快跑！你是罪奴身份，跟他们动手会被抓回去砍头的。说好的，往后我护着你，就不可能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哼，就你个傻子也配逞英雄？没想到这傻子竟然这么厉害！你不是傻子！沈大成，你竖起耳朵听好，以后你若再敢踏入这院子半步，我就把你剁碎了，扔到海里去喂鱼。没事了，以后他们都不敢再来欺负你们了。清河，有些事我从没跟你们说过，你要是想问，我可以不用说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萧兰，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，有什么秘密，从你踏进这个院子的那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家人。家人之间不需要解释那么多。傻子，不管你是神仙也好，妖怪也罢，只要你一心护着小姐，你就是我小满打心底认可的家人。还叫傻子？谁家傻子这么厉害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只要咱们平平安安的在一起，别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前世我无父无母，从未感受过家人的温暖，没想到穿越异世，竟然能拥有真心待我的家人。我的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？老天爷，
这些够咱家吃10年的了。萧公子，您置办的所有货品都送到了，您点点。你说这些都是萧兰出钱置办的？萧兰，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银钱？该不会是去偷的？这都是我卖海盐挣来的。小何，这个是给你的。我的天，这是城中布庄最贵的云缎，你给我买这个做什么？快去退了！退不掉，买下来就是你的。小何穿上肯定好看。我警告你，别以为送一件贵重衣裙就能赖上我家小姐，想追我家小姐，这点可不够。老奴倒是觉得萧兰这孩子好得很，这裙子是萧兰的一片心意。小姐，快去换上，让大伙儿瞧瞧。小姐，你也太好看了，简直是天仙下凡。她可真美。清河，你比海边日出还要好看。萧兰既能赚钱养家，又能在危难之时拼死护我周全，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。萧兰，我们成婚吧。啥？小姐，你要嫁给这个傻子？你真的愿意嫁给我？小姐，婚姻大事可开不了玩笑，你和萧兰相识时日尚短，怎能一时冲动许诺终生？方才萧兰为了护我和沈大成动了手，依照大周立嘴是要砍头的。眼下唯一能保卓兰性命的办法，就是我以沈家主的家镇与他成婚，帮他脱籍去罪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你为了救他赌上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若不是萧兰拼死护我，昨日我早就被沈大成强行卖进窑子，万劫不复。沈大成这边的麻烦，我自己有办法摆平，不必你牺牲至此。我想救你，不只是报恩，难道你不愿意娶我吗？我自然是愿意的，只是怕委屈了你。既然两情相悦，那这婚事便定下了。咱们沈家如今虽然清贫，但小姐的婚事绝不能马虎，该有的礼数一样都不能少。清河，你愿意为我赌上终身，我萧兰此生绝不会让你后悔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倾尽所有，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深海凶险莫测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万万不可逞强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摘下海底最珍贵的宝石给你做聘礼。海洋深处物产丰饶，大闸蟹、龙虾、海参都是这个时代千金难求的珍轩，用来置办婚宴菜品，一定风光。那边有好东西，果然是绝世珍宝。这么久还没有动静，他不会出事吧？萧兰！小何，从你义无反顾救下我，把我带回家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就有了你的影子。萧兰，你快先起来，别这样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。从前你错过的甜，我都会一一补给你。小何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。爹娘，女儿终于遇见了真心待我的良人，你们可以安心了。沈丫头，你怎么敢光天化日跟这傻子牵手同行？不要清誉了吗？我们过几日便成婚了，毁的是哪门子的清誉？沈丫头，你莫不是糊涂了？放着好好的姑娘不做，要嫁给这么个痴傻醉奴？萧兰不是傻子，他是天底下最得托付的好男人。就算他不傻，也是个醉奴，怕是连办喜宴的钱都没有。钱财婚礼我自有安排，我一定会给小何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最风光的婚礼。我看是最穷酸的婚礼吧，这傻子还挺会吹牛。你们等着瞧就好。这傻子若是真靠沈清河脱了籍，我岂不是要处处低他一头？不行，不能让这事儿成功，我得想法子找人治治他。赵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小姐安好，那沈清河近日招了个醉奴傻子做上门女婿，还扬言要办一场全镇最风光的婚礼，把您比下去。又是沈清河，小时候旁人就说我处处不如他，如今他不过是个破落户，也敢和我比？他还在外吹嘘，说您论容貌心细，没有一样比得上他。若不是祖上攒下的家业，您连一门正经亲事都寻不到。来人，备车！我要去沈家，把沈清河的夫君买来做我的脚下奴。小满贵妈，我给你们带礼物回来了。妈呀，这什么怪物！小兰啊，你这是去海里把龙王殿给端来了？这些东西看着也太吓人了。别怕，这些东西很好吃的。快拿走！太可怕了，我要做噩梦了。萧兰说了，这真的能吃，我这就去把它们蒸上。
小姐，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真的能吃吗？会不会有毒，把我们毒死啊？有没有毒，亲口尝尝不就知道了？小满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。奶奶，这也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。萧兰，你这手艺简直绝了！咱们金罗湾遍地都是这种海货，要是把这些菜式卖到对岸最富庶的云海城去，城里的达官贵人必定抢着购买，咱们轻轻松就能发大财。这小丫头倒还有点商业头脑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才吃了2口美食，转眼就想着做生意赚钱了。小姐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若是真能做成，往后咱们就再也不用挨饿了。行，等以后挣到大钱，我给你买一朵大红花。谁要你送花了？我才不稀罕。傻子就是傻子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赵婉，你来做什么？听说你要成婚了，嫁的还是个醉奴傻子。沈清河，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苦，饿昏了头，连好坏都分不清了。这点银子就当我赏你的，够你吃1年糠咽菜了。至于这个傻子，就去我赵家做粪奴吧，也算给他一条活路。沈清河，你再貌美温婉、品性出众又如何？如今你视若珍宝的良人，成了我的脚下烂泥，我看你还怎么得意？你的银子我不稀罕，你走吧。沈清河，你莫不是真的穷傻了？一个痴傻醉奴，你留着有何用处？若不是我心善，他这辈子都没人要。心善？你不过是借着施舍的由头，想要羞辱清河，满足你那可悲的攀比之心罢了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醉奴也配跟我赵家嫡女说话？来人，给我掌他的嘴！再不滚，我连你一起打！果然是个上不来台面的落魄户，跟一个醉奴结亲，你就等着被乡亲们笑话吧！我倒要看看你的结亲宴谁会来！哼！自爹娘走后，赵家一直暗地里打压沈家，就连上次沈大成上门抢宅子都有赵家的影子。没想到，就连我成个婚，他们都要来上门羞辱。赵家真的太欺负人了，之前抢了咱们家的余杭不说，现下还要来羞辱小姐，我看他们就是想逼死小姐。是啊，这些年赵家处处下绊子，暗中刁难，桩桩件件我都看在眼里。赵家之所以能常年骑在沈家头上，就是因为沈家一直守在经络湾里走不出去，必须要走出经络湾，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天保佑！我们不能困在这一方小村里，必须要去临海城立足，把咱们的海货生意做大做强，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们。现在第一步，就是要办一场盛世婚礼，让你成为全村最幸福的新娘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新鲜出炉的大闸蟹出锅了。这海虫子的钳子比手还大，看着就吓人，怕是根本不能入口。大家都不信这些海货能吃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摆摊试试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开业大酬宾，深海极品海鲜免费试吃啦！反正不要钱，不吃白不吃。我的天，这东西是从天宫来的吗？怎会如此鲜美？都来尝尝！不吃白活10年啊！今天赚的这些，足够咱们一家人舒舒服服花上1整年了。这点银子只是开始，想把海鲜生意做大做强，还得多找点帮手。眼下最要紧的事，就是办好我和小何的喜宴。我的老天爷！这么多好东西，沈家这是偷了国库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可是锦绣坊的云锦红绸，1尺1钱银子，这一车绸缎简直就是一车银子啊！看见没？
这上头镶的可是千年珍珠，这都是我家姑爷挣来的。我早就说萧兰藏得深，10里8乡谁成亲有这牌面？清河这丫头捡到宝喽！线下我们沈氏海货生意刚起步，愿意来帮忙干活的乡亲，一律给1天50文工钱，3餐全包。50文一天还管3餐，这工钱比镇上掌柜给的都多。我要报名，干啥都行。前几天你不是还说萧兰吹牛装阔呢？怎么见人家发达了就立马变脸了？沈家小门小户，容不下趋炎附势之人，你另谋高就吧。我真是狗眼看人低，好好的赚钱机会，愣生生给做没了。我和清河的喜宴就在明天，到时候还请乡亲们来喝杯喜酒，热闹热闹。跟着萧兰不仅能挣钱，还能吃席，我铁定准时到。萧兰居然置办了这么多东西，不行，我得去和赵婉说道，绝不能让她翻身。良辰吉时已到，新人入场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启程送入洞房。我的天，这喜宴也太阔气了！这排场就连赵家都比不上吧？清河这丫头真是捡着宝贝了。萧兰这小子前途无量啊！大家放开吃，你今日菜管够。萧老弟，恭喜恭喜！不仅生意风生水起，还娶得沈小姐这般贤妻，往后必定步步高升，富贵绵长。多谢各位乡亲捧场，今日辛苦大家前来沾光助兴，薄酒素菜，铺成记忆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怎么样？今日沈清河的婚宴肯定没人捧场吧？沈家穷成那样，估计碗筷都凑不齐，只能挖点野菜凑数。小姐，沈家今日摆了几十桌海鲜大席，全村人都跑去沈家吃席了，现在还在敲锣打鼓。沈清河这个贱人，凭什么能办这么风光的婚礼？沈家如今是真发达了，排场比赵家还大。赵家之前还说人家是穷酸装样子，我看就是赵婉嫉妒沈清河找着这么好的夫婿，故意抹黑人家。什么？我嫉妒他？我堂堂赵家嫡女，嫉妒一个落魄破烂户，气死我了！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毁不了沈清河，我就弄死你！小姐别急，我已有妙计。沈家如今底气都来自萧兰的海货生意，只要毁了她的生意，沈家就完了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去办！沈清河，就算你今天得意了又如何？你的好日子到此结束了。萧兰，你不是很得意、很风光吗？等明天事发，我看你有几颗脑袋够砍。不好了，沈家海货吃死人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焦老板，你昨日卖给我们的大闸蟹，我们吃完就腹痛不止，到现在都没消停，你必须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交代。眼睑泛红充血，舌苔乌青发黑，腹痛咳血，是断肠散混合巴豆粉的典型中毒反应。有人在暗中投毒栽赃。大人，就是他卖的有毒海货，害得全村乡亲都中了毒。大人您看，萧兰把大家都害成什么样了？大人明察，我们沈家海货向来干净新鲜，一夜之间骤然出事，定然是有人暗中恶意投毒，蓄意栽赃。栽赃？难不成是夜里有鬼爬进厨房投毒？到现在还不肯认罪，其心可诛。大人，再不将萧兰捉拿归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来人，将萧兰捉拿归案，带回衙门细细审问。等等，断肠散药粉必须搭配特制药油才能融入食材不留痕迹。赵婉妒恨清河许久，定是孙贵受赵家指使，深夜投毒栽赃。大人，前日这批海货确实有问题，草民绝不会推诿责任。只是草民斗胆一问，大人是何时得知此案，火速赶来的？大人若心存疑虑，即刻便可派人前往后方的芦苇小道核查，那处泥地潮湿松软，必然留有脚印。孙贵鞋底好多黄泥，绝对是他在搞鬼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前晚根本没来过这里。
再说了，陷害一个破落户做什么？说的有理，来人，把萧兰拿下。民女愿以性命担保萧兰的清白，此事疑点重重，还请大人暂缓抓捕，查清真相再做定夺。我家姑爷做海货带全村挣钱，是天大的好人，他不可能害人。萧兰这孩子忠厚踏实，前日大婚还宴请全村救济乡邻，怎会作此害人勾当？放肆！本官断案自有章法，尔等休得阻拦公务，再敢滋事阻拦，一同治罪。来人，给我把萧兰拿下！萧兰，这回你死定了！住手！吴大人，案情尚未查清，岂可贸然定罪抓人？今日若酿成冤案，日后本官回京复命，必据实上奏大理寺，追责到底。齐大人所言极是，是下官鲁马。来人，速传随行医师验毒。启禀两位大人，村民所中剧毒，乃是断肠散和巴豆粉后制而成。从毒素发作迹象判断，下毒时间应在前夜丑时。大人只需排查前天深夜时段在沈家附近徘徊之人，便能锁定真凶。大人，草民昨夜丑时3刻起来如厕，亲眼看到孙贵鬼鬼祟祟的在沈家后墙转悠，草民也看见了。孙贵走的时候还摔了一跤，草民借着月光看得真真切切，就是他，错不了。人证物证俱在。孙贵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来人，把这个投毒害人的恶贼给本官押走，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萧兰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就算我进去了，赵家也不会放过你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哼，好，那我便拭目以待。萧公子，赵家根基深厚，你日后务必多加提防。多谢齐大人提点，草民谨记在心，往后必定严加防备，绝不再给歹人可乘之机。医师大人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！若要解毒，必须以9叶重楼作为药引，但此药极其珍贵，短期内不可能找到。以乡亲们目前的状况，恐怕撑不过今晚。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谁说死定了？萧先生，此话当真？您真有法子救我们？断肠散燥热攻心，巴豆专攻腹脏腹泻，这些野草看似普通，但若能提纯出汁液，刚好能斥衡这2种毒性，实在是妙。老夫行医半生，从未想过如此良方。小满，拿些干净瓷碗过来。婶子，快给孩子喝下吧。萧先生，多谢您救了我的孩子，您是我家的大恩人。沈不必行此大礼，往年我家落难断粮，若不是您送米面接济，我们沈家早就熬不下去了。萧老板，也给我来一碗呗。想要解药也行，拿10斤粮食过来换。凭什么他喝就分文不取，到我这儿就要拿粮食换？咱可都是一个村的。别装糊涂，前阵子堵在沈家大门骂我夫人丧门星的人，就你嗓门最大。现在能同意用粮食换解药，都算是我家姑爷心善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行，我换。我现在就回家取粮食。心地良善却不纵容小人，难怪萧老板生意能越做越好。乡亲们，你们受苦了，快过来拿药吧。最后一碗了，喝了就全好了。今日投毒一事证据确凿，孙贵已经被发配去码头做苦工了，不用怕。孙贵只是赵家推出来的棋子，赵德厚心胸狭隘，他女儿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不错，只要赵家把持着经络湾，我们永远要受他们掣肘，不能继续在这儿小打小闹了。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搭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海货产业链，把生意铺到县城各处，才能从根源上摆脱赵家的威胁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请大伙儿过来，是想给大家寻一条安稳谋生的路子。往盐水里掺沙子，这不把盐全糟蹋了？夫君做事自有章法，我信他，也希望各位给他时间证明自己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高端盐。
我的天，这盐竟然比雪花还白！往后咱们就用这盐腌蚝豉、熬虾酱、酿海鲜酱油，整条海货加工的活计都能分给大伙做。大伙都尝尝，品品咱们自家晒制的蚝豉滋味。天哪，这蚝豉鲜的要命，一口下去舌头都要化了。肖老板这手艺，怕是宫里御厨都比不了。咱们手上有这些好东西在，只要大伙好好干，银子自然会滚滚而来。这波我贺成阳吗？这房子修得比皇宫还奢华，沈家这是上天了。肖老板、沈掌柜，小人奉齐大人之命，专程前来送赏。临海城第一海商，这名号自30年前的沈家之后，可再没人得过了。您送去的蚝豉、虾酱等海货，深受上峰赞赏，特赐这块牌匾以示嘉奖，另有3000两赏银。您收好。我的娘哎，这么多银子，我18辈子都攒不下。有劳文书大人回城代为答谢齐大人，往后沈家工坊定当精益求精，绝不辜负大人抬爱。夫君，我从前做梦都不敢奢望，我们能住上这般气派的宅院，还能重新拿回临海第一海商的名号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往后的好日子还很长。沈氏余杭曾是京洛湾最大的行当，可自我爹娘去世后，赵家暗中使坏夺走了余杭，沈家也就此败落。如今我们有本钱，有门路，我想重开沈氏余杭，亲手夺回爹娘的心血。你想做，我便全力帮你。虽说咱们如今生意越做越大，可赵家盘踞近海多年，底蕴深厚，想要压过他们，夺回沈家余杭，绝非易事。小姐姑爷，出大事了，朝廷派人过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太后寿诞在即，特令京洛湾所有余杭世家搜寻上等龙涎香进贡，品质最优者，御赐第一世家金匾，且特许对接内务府，定为独家皇商。钦此。草民谨遵陛下号令，定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朝廷托付。赵家家底厚实，往年渔猎比拼，次次拔得头筹，这次皇商之位，怕是10拿9稳了。沈家自打招了萧兰入赘，海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，如今还得了临海城第一海商的名号，未必不能争一争。皇商之位固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，可龙涎香出自深海抹香鲸腹中，深海凶险莫测，稍有不慎便会葬身大海。要不算了吧。不行，若是让赵家拿到皇商资格，想要夺回余杭，就更是难上加难。我前世深耕海洋研究，熟知洋流走向，定能寻找品级最优的龙涎香，取得头名，拿回沈氏余杭。老爷，萧兰已经备好了大船，明日便会出海寻宝。哼，朝廷这份差事，本就是老天送到赵家嘴边的肥肉，区沈家也配同我争抢？既然他执意出海，那就让他永远葬送深海吧，下手干净点儿，别叫人看出来。老爷放心，到了海上，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。敢跟我抢东西，老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夫君，等等！海上这些干粮你随身带着，饿了也好垫垫肚子。姑爷，海上风浪大，上岸记得及时披上，可别染了风寒。这是我昨日专程去崇恩寺求的平安符。海上暗流凶险，你千万要多加小心，莫要逞强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寻得龙涎香，把余杭拿回来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们都会在家里等着你的。
东家，这片海域水深莫测，您当真要亲自下水？这片海我闭着眼都能游几个来回，你们安心在船上等我就成。这块龙涎香质地纯净，香气清雅，至少有100年药龄。不对，旁边还有东西。神字船标，莫非这艘沉船就是当年出事的沈家救船队？难道当年岳父离世与赵家有关？赵德厚见死不救，反断我桅杆所据，推落我船工3人于海。赵德厚果然是你！你害得清河家破人亡，此仇不报，我萧兰誓不为人！东家，不好了！海面冲过来3艘船，直奔我们围过来了！小兰，你跑不掉了！识相的就自己跳下去，省得爷爷们动手。我与诸位素不相识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非要取我性命？哼，要怪就怪你挡了大人物的路，被人重金买命。重金雇亡命水匪出海劫杀，视我为眼中钉的。除了赵德厚，绝不会有第二人。出钱雇你们的，是不是经络湾的赵德厚？干我们这行有规矩，绝不能泄露雇主身份。萧先生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完了，是海上有名的亡命水匪，咱们落到他们手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他们人多势众，还带着刀，咱们这点人怎么挡得住？放心，我带诸位出海，就一定会护着你们平安返航。不，就凭你，动手杀了他，回去领赏。去死吧！想杀我，你们还差了500年。萧老板饶命！我们只是拿钱办事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！你们刚才举刀的时候，有想过放我一马吗？现在求饶，晚了。调转船头，现在返航。妈祖娘娘在上，戏女愿折寿10年，只求夫君平安归来。那可不行，你还要陪着我长命百岁呢。你总算回来了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什么时候食言过？你看，我还带回了这个。我的天，这么大的龙涎香，这得值多少银子啊！有了此香，我们定能拿下皇上资格，夺回爹娘留下的余杭。夫人，此次出海，我还在海里寻到了这个。这是我爹常年贴身佩戴的玉佩，当年沉船之后便不知所踪。赵德厚，原来当年沉船爹娘惨死，全都是你谋划的。老爷夫人，你们死的实在是太冤枉了。赵德厚，这笔血海深仇，我绝不会就此罢休。你放心，这个公道，我必定亲手为你讨回来。可赵德厚在金络湾经营多年，根基深厚，仅凭一本日记，恐怕很难定他罪责。那我们便主动给他制造机会，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你的意思是？好，那就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小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
姑爷是回不来了，可咱们沈家还得靠您撑下去啊！我一个弱女子，如何能撑住这么大的家业？如今债主日日上门催债，余杭的伙计也等着结算工钱。罢了，留着这些空壳子又有什么用？不如把祖宅、余杭一并贱卖，换些银两还清外债，再给萧兰立做衣冠冢。鱼已上钩，就看赵德厚这一杆子伸得多长了。启禀老爷，看来萧兰的确已葬身鱼腹了。沈清河今儿在茶楼哭得眼睛都肿了，连茶钱都快掏不起了。没了萧兰在背后替他筹谋，沈清河不过是个没用的黄毛丫头，沈家已是我的囊中之物。老爷神机妙算，小的实在佩服。方才沈清河还说打算贱卖沈家祖宅与余杭呢，咱们何不趁机拿下？当然要买，不仅要买，还要用最低的价格把沈家所有的产业连根拔起。你立刻去城中所有牙行商户放话，就说沈家的产业，谁敢跟赵家抢，就是与我赵德厚为敌。是。沈清河，你爹当年没守住的东西，你也守不住。我会让你知道，什么是真正的一无所有。清河侄女，100两收下你沈家余杭与祖宅，已是我心善了。如今你家外债堆山，萧兰又下落不明，再不签字，明日怕是要流落街头了。1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赵老爷，当年我家老爷待你不薄，如今你反倒上门欺压遗孤，良心何在？单是沈家几艘大船，价值便远超1000两，更别提余杭与祖宅。赵掌柜，这份契约，我死也不会签。臭丫头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日这字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不准你们碰我家小姐！放开我！赵德厚，光天化日强夺民产，你眼里可还有王法？王法，在经络湾，我赵德厚便是王法。当年你爹不愿把余杭给我，才落得船毁人亡的下场。你也想重蹈他的覆辙吗？你终于肯亲口承认，当年是你害死我爹娘了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何时说过这话？我们全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你亲口承认谋害了我家老爷夫人。好歹毒的心肠，害了我家老爷不算，还要抢夺小姐家产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念沈自山，那就都下去陪他吧。萧兰，你是人是鬼？在想你派出去的3艘匪船，他们已经全部喂鱼去了。赵德厚，你欠沈家的血债，今天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既然你侥幸捡回一条命，
今日便和他们一起去死吧！动手，给我把他剁了！夫君，小心！姑爷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是神仙下凡！赵德厚，你和沈家的血海深仇，是时候清算了。萧兰，你休要乱来！你若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定让沈家上下全部死无葬身之地！放肆！本官倒要瞧瞧你是哪门子的法！吴大人，您怎么会亲自过来？赵德厚，本官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，私闯民宅，持刀行凶，你脑袋不想要了？大人，这都是误会，小的只是跟沈姑娘谈买卖谈得急了些，绝无半点害人的意思。你放屁！刚刚我们都听到你说要杀了大家，我就是认证。大人请看，这便是他行凶的凶器。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来人，将这几个行凶的恶毒全部锁了，押回大牢候审。还疼吗？这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，我一定要让赵德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欠沈家的债连本带利还回来。县令大人在上，民女沈清河今日要状告赵家家主赵德厚，10年前他觊觎沈家产业，暗害民女爹娘性命。求大人为民女做主，还我爹娘一个公道。沈家姑娘太可怜了，原来当年沈家沉船不是意外，是赵德厚下的手，难怪赵家那几年扩张的那么快。大人，沈清河就是记恨赵家生意做得比他家大，故意编这些来诬陷我，大人明察啊！诬陷？那你藏在家里的沈氏地契和账册，你又该作何解释？赵德厚，你谋财害命，罪无可恕！来人，将赵德厚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！萧兰，你给我等着！若我有机会脱身，定将你与沈家所有人碎尸万段！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和阎王爷说吧。多亏萧老板挺身而出，才让沈家冤案昭雪。赵德厚作恶多端，罪有应得。赵家名下所有财产尽数归还沈家，以儆效尤。民女叩谢大人恩典，爹娘，你们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。爹娘，赵德厚那个恶贼已经伏诛了，他欠咱们沈家的血债还清了。被夺走的余杭，女儿都拿回来了。你们在九泉之下，终于能安息了。苦了小姐了，这10年来，她一个人撑着沈家，别人欺负她，她一滴泪都不敢掉。小姐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别哭，有我在，沈家失去的一切，我都会替你拿回来。是沈家10年了，时隔10年，沈家居然重新参加龙血香大比了。沈家自新姑爷入赘后，生意虽有起色，但沈家姑爷终究不是世代采香的经络人，怕是很难比得过其他世家。
吉时已到，经络湾龙胁乡大比正式开始，各方城堡。米粒之珠也放光华。啊！这块香竟然如此完整，今年头名怕是要被他家拿下了。沈家早已不是当年的第一世家了，又何必上来自取其辱，白白惹人笑话？孰优孰劣，见过我们的贡品，再下定论也不迟。通体滋润，还带金纹，这难道是百年难遇的顶级白琥珀龙胁香？这怎么可能？世间竟有这般品相的龙胁香！沈家所献龙涎香，色泽纯正，质地温润，实乃极品。本官宣布，本届龙涎香大比头名1等，归沈家所有。服了，到底是百年沈家，这等底蕴，绝非旁人可比呀。当年沈老掌柜执掌余杭时，便是整片海域公认的标杆。如今他女儿夺回家业，这份荣光也回到了沈家。谢谢你，夫君。若是没有你，我一个人撑不到今日。往后沈家的风光，我们一同守。当年沈老爷待人宽厚，从不克扣工钱，我们都记着这份恩情。盼了整整10年，沈氏余杭总算重新开门了。以前被赵德厚压得喘不过气，如今沈家拿回余杭，咱们再也不用受恶人剥削了。你看，爹娘打下的基业，完完整整回来了。小姐，姑爷，县衙送喜报来了。恭喜沈掌柜，贺喜萧老板。朝廷感念沈家沉冤得雪，共襄拔得头筹，特命本官送来御赐金匾。恭贺沈氏余杭重张大吉！萧老板智勇双全，既能为沈家洗清血海沉冤，又寻得稀世龙涎香，重振经络湾海貌，日后前程定然不可限量。恭喜沈掌柜！咱们经络湾的主心骨终于回来了！多谢各位乡亲父老，沈氏余杭往后定当不负大家厚爱，努力为大伙干实事。如今沈掌柜掌家，萧老板从旁辅佐，沈氏余杭往后必定一日比一日红火。自打姑爷来了，小姐才有了依靠，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般靠谱的人了。今日当着所有乡亲的面，我将沈氏余杭1半股份赠与萧兰。从今往后，沈家与萧兰荣辱与共。沈掌柜，沈家100年基业，半数股份可不是小数目，你就不怕日后萧老板把沈家全吞了吗？若不是我夫君萧兰舍命相护，早在赵德厚强抢祖宅那日，沈家便彻底灰飞烟灭了。这份家业分他1半，理所应当。既然清河将半份沈家托付于我，那我也该给乡亲们一个交代。经络湾的海货买卖不能只靠沈家一家人说了算，这片海的规矩该让所有在这片海上挣饭吃的人一起定。今日我萧兰在此宣布，正式成立沧海社。沧海社，凡入社者皆可共享商路情报，互通有无，互保互助。
大伙同心同力，将海上贸易之路打通，把所有船队商路整合在一起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你要把整条海贸产业链合为一社，经络湾大小商号码头渔户何止数千人，一旦掌控失当，你可知后果会有多严重？大人不必担心，沧海社不是帮某一家谋利的工具，他要改的是经络湾守着深海宝库，却人人穷苦被动的困局。以前货源分散，产业落后，渔户挣不到钱，客商拿不到好货，全湾都被赵德厚牵着走。沧海社要做的只有3件事：不让好货被贱卖，不让海货烂在路上，不让任何人再靠垄断欺行霸市，让每一个靠海谋生的人都有依靠。肖老板，我们这些扛麻袋的，真跟那些穿绸缎的坐一张桌上说话？当然，只要你是经络湾的一份子，就能入社。急，要升旗了！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从今日起，经络湾的规矩由我们自己来定。看来经络湾的天，怕是要换了。小姐，姑爷这招分级标准和集中派送真是神了！现在不仅配送速度比原来快了3倍，损耗还降了80%。夫君牵头搭建的快线驿站更是前所未有，这般繁荣有序的光景，在经络湾100年之内都难得一见。这叫一体化供应链，只要源头品级统一，码头调度统一，快运线路统一，经络湾便不再只是一个捕鱼小港岸，而是整片海域的海货枢纽。你这不是在救沈家一家，你是在给所有靠海吃饭的人重新铺路。跟我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？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这些是什么？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入口醇厚鲜润，回甘面长悠远。平日里随手废弃的杂鱼碎虾，竟然能炼制出这样的美味。这是即食海苔，取材于废弃紫菜、海带边角，可直接当零嘴吃。好香啊！这海苔又鲜又脆，比城里卖的蜜饯还好吃。要是上市，铁定会被一抢而空。这只是第一批试产样品，等所有工艺彻底定型，沈氏余杭将会成为整条海域独一份的海产深加工商行。沈家又出新品了，这黑乎乎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咋看着跟毒药似的？还有这个绿色的东西，跟烂海带晒干了有啥区别？该不会是拿没人要的边角料糊弄人吧？你们别瞎猜，沈家哪次新品不是惊艳全城？岂会糊弄咱们？没错，沈家的东西闭眼入都不亏。你们不吃我吃，又酥又脆，还有一股子香味儿。给我来10包！还有货，还有货，别急。小兰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肖老板竟把渔民用来喂鱼的下脚料做成了有价无市的珍馐，这可真是天纵奇才，可不是嘛！如今整个府城的达官显贵设宴，若是少了沈家鱼路，都无人肯去呢。这泼天的富贵可真是叫人眼红。如今整个经络湾，人人都道萧兰是点石成金的财神爷。萧会长，你的名望现在可是比天还高了。经络湾不过是个开端，咱们的路还长着呢。说得好，萧老板久仰大名，在下京城永昌号钱管事。听闻经络湾出了您这般点石成金的绝世奇才，今日特意带队赶来，想与您做笔生意。这么多金子，就是买下经络湾都绰绰有余了。永昌号身为京城顶级大商行，根基深厚，眼界极高，为何会看上我们这临海小城的海产生意？肖老板说笑了，您做的鱼露海苔声名远播，就连京城权贵都有所耳闻。只要您与我永昌号联手，打通京城权贵销路，定可一步登天，平步青云。此人连余杭都没进，就开始攀谈合作，多谢钱管事抬爱，但在下只想在临海城安身立命，暂无向外发展的打算，只怕是要辜负您的美意。
区区一个临海贱民，竟敢拒绝我永昌号的邀约！你给我等着！快！此人绝非善类，这般直接拒绝，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？别怕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会让他人伤你一根毫毛。该死的泥腿子，竟敢当众保我颜面！待我回京，定要禀明主子，取你性命，踏平沈家。半夜3更闯入他人宅邸，便是京城第一商行的待客之道。既然被你撞见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自量力！内力化水，凝气成冰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萧老板饶命，我只是奉命行事啊。主子逼我暗中探查您的底细，若是查不出来，死的就是我。堂堂京城商行，不远千里追查我一个流放罪奴的底细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？不能说，我真的不能说。一旦泄密，不仅我会死，我的家人也会被灭口。夫君，此人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？会不会引来大祸？别怕，有我在，今夜之事我会妥善处理。一个小小商行管事，竟不惜以命封口，永昌号背后之人绝不简单，此事必须彻查到底。夫君，查清楚了，永昌号表面是京城商行，实则是当朝户部侍郎赵元衡用来敛财结党的壳子。赵元衡，兰儿，记住，活下去才有翻身的希望。当年就是赵元衡构陷我父亲通敌叛国，害得我萧家满门抄斩。我虽侥幸活命，也被冠上罪奴之名，流放边陲。赵元衡这些年步步为营，如今已是户部左侍郎，权柄极重。我们如今根基尚浅，若是硬碰硬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当年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毁我萧家满门，我便用这商路脉络，一寸一寸剥开他们的筋骨。夫人，我原本只想守着经络湾，护你一世平安顺遂。可当年害我萧家的元凶，如今已盯上了我。我若没有动作，他日必会被赶尽杀绝。无论前路是风是雨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夫人，谢谢你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小姐姑爷，快逃命吧！海龙王发怒了，海啸要淹掉整个经络湾了。海啸，这百年难遇的大海啸，大家快逃命啊！小姐姑爷，别愣着了，海啸要过来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夫君，这是天灾，我们挡不住的，撤吧。家业都可以再挣，人没了，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不能退，退了，经络湾就彻底完了。肖老板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沈家再厉害，还能跟老天爷作对？姑爷，老身求您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经络湾是我的家，他想进来做客，也要先问问主人的意思。世间万水皆有灵序，今日这片海水便要听我的号令。止！幸不辱命，我回来了。你真的做到了？那么恐怖的海啸，竟然真的被你拦住了。只要是水，就绝不能越过我，伤害我要保护的人。不好！
来。救命！怪物要吃人了！不必惊慌，那是我夫君萧兰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多谢恩公，多谢海神大人。若是没有您，我的孩子今日必死无疑。海神显灵，谢海神大人护佑经络湾，谢海神大人救命之恩。我就知道，姑爷就是海神，是守护我们经络湾的真神。姑爷不仅是我们沈家的贵人，更是整个经络湾的救命恩人。这片海域能遇上他，是山海之幸。哭什么？我早前便说过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都一定会护你周全。有你真好，若不是你挺身而出，经络湾就完了。经络湾是咱们共同的家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们的家。可惜人力终有限，其他州县尽数遭了海啸重创，肯定损失惨重。天灾无情，但世事利弊相依。这场席卷沿海的天灾，于旁人是灭顶之灾，于我们却是绝佳的商机。米价直接翻了4倍，再这么涨下去，连粮都买不起了。海啸冲翻了大桥，货船全部堵在港口外进不来，听说连食盐都快要断货了，这可怎么活？那是经络湾的沈氏商号。如今全城海路尽毁，他们一个小小的渔行能囤得住多少货？依我看，就是故意出来博眼球的，怕是筐子里空空如也，装了些不值钱的边角废料，想打肿脸充胖子。全城商行均已断供，连官仓都建了。沈氏竟能一口气拿出如此多的顶级海盐和海产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天！全城都买不到的盐和海货，沈家居然存了这么多，难怪人人都说萧老板是神仙。这等绝境，也就沈家能撑得住。萧老板，这批货能不能分一批给我们代销？价格好商量。抱歉，我不能答应。我愿以市价收购临海城内所有商行，从今往后，全城海产食盐供销尽数归沧海社统一运营。我们只要能熬过这几日，等货源恢复，日后必定日进斗金。您此刻收购，等于直接吃下整个县城的商业命脉，这胃口未免太大了。可若是不卖，我们日日亏损，撑不了几天，终究也是倒闭。诸位掌柜，我夫君此举绝非趁灾掠夺，而是重整市场。诸位若是愿意签约转让，我们不仅当场结清全款，还可择优留用各位继续坐镇原铺面，按月领薪分红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所有被收购的商行一律切断与外界势力的私下关联。往后全城海贸沿路只听沧海社号令。与其死守空铺坐以待毙，不如归顺沧海社，背靠大树。这份收购契约我签了。从今往后，全城所有海货商行尽数归入沧海社麾下。我将设立沧海社总店，统一管辖。萧公子，如今全城铺面尽数归您所有，为何还要再开总店直营？零散铺面负责全域铺货，覆盖全城百姓刚需；核心总店主打品牌标杆、定制贸易与对外招商。如此双管齐下，咱们沧海社才能长治久安。后续由我亲自坐镇总店，统筹所有分店管理，大伙儿只管卖货，其他的事儿不用操心。沈氏绝不会让任何一家铺子吃亏。萧老板运筹帷幄，沈掌柜心思缜密，有2位坐镇，临海商贸必定蒸蒸日上。我等愿全力遵从总部调度。赵元衡，你靠官权垄断朝堂，我便以商道扎根四海，咱们走着瞧。等这批新风道全部装好，烘干炉灶就改烧碎煤，分皮试烧3天，把火候、干湿、成品好坏都记清楚。是，小人记下了。姑爷，近来码头多了不少生人，整日四处闲逛打探，盯着咱们工坊和出货的路子看。我刚把临海市面稳住，
赵元衡就派人来打探了，看来他已经坐不住了。有利可图的地方，总少不了烦人的苍蝇，就让他们看真正的技术，他们看100年也看不会。启禀大人，属下查清楚了，沧海社虽是沈家出头，真正做主的乃是当年流放经络湾的萧家之人萧兰。萧兰，当年那个痴傻的废物，竟能通晓盐商门道，垄断一线市面。当初我看他疯傻无用，才留了他一条性命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养虎为患了。此人如今在经络湾大兴工坊，几乎攥住了整个临海的海贸命脉。看似折佛小湾，实则城府极深，步步为营，绝非昔日愚钝之人。若任凭此人发展下去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传令下去，把经络湾通往府城的水路、陆路尽数封死，把萧兰的商路断了。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与我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萧会长，官差今日突然下了规矩，说近期临海往来货船过密，水陆两道皆不准民间货运通行。咱们这批货已经堵在这里整整1天了。他们堵得住官道明路，堵不住山海天机。每日子夜潮起，内侧礁石暗渠水位抬升，可通小舟。咱们就从这儿走。可暗渠下凶险难测，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，只怕是有去无回呀。寻常船家不懂潮汐规律，自然不敢走。今夜我亲自压阵引路，保管你能回家喝酒。对，会长可是咱们经络湾海神，跟着会长走绝对没问题。即刻安排下去，暂停所有明道出货，挑选轻便木舟，拆分货箱轻装分批，全员此时岸边待命。是，小人即刻下去安排。想用封禁水路货道卡死我的商路，这片山海便是我最大的底牌。完了，是100年不遇的海底逆潮，这水势根本人力挡不住，我们今日全都要葬身海底了。都别慌，稳住船身，有我在。这般吞人恶浪，说平就平了。会长当真是海神下凡，方才我都以为必死无疑了，没想到会长弹指间震平山海，这辈子算是开眼了。官路可封，人心可堵，唯独这山海水势，从来不由权贵掌控。出发！我已经封死经络湾了所有水路通道，如今萧兰一定走投无路了吧？启禀大人，昨夜萧兰借助隐秘暗渠，已将货品尽数送入府城，分销落地了。荒唐！我亲自调度人手封禁水路都要道，居然堵不住一个乡野小子的暗渠小路！大人息怒，是属下失察，吃了地势的大亏，未曾料到暗渠竟能通船运货。好一个萧兰，区区流放罪徒，竟敢3番5次破我布局，与我公然作对。既然货运封锁困不住他，那本侍郎便与他拼家底，即刻调破司库，火速派人赶赴临海城开一家新余杭，哪怕血本无归，我也要彻底压垮他。大人，这般亏本倾销损耗极大，恐遭非议，得不偿失啊。本官身居朝堂，家底殷实，耗得起。我要碾碎他所有根基，让他再无翻身之日。萧会长，大事不好了！府城忽然冒出一名神秘客商，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海货卖井盐，咱们的客人几乎全被对方撬走了。不仅如此，府城近日流言四起，说咱们沧海社的海货以次充好。如今全城商户人心惶惶，根本不敢上门拿货。对方有权有势，砸钱亏本硬卷，咱们根本耗不起呀！果然又是赵元衡干的好事，以为靠砸钱压价、恶意内卷就能耗死沧海社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夫君，你的意思是？既然他执意低价内减，那我便开辟一条他根本触碰不到的高端新路。
不降价，不内卷，照样让他沦为笑柄。那新来的神秘富商完全不计盈亏，竟半价甩卖海货，百姓都不肯进店消费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醉仙楼只能关门了。那可未必。我有一法，能让醉仙楼脱离低价迷谈，逆势翻盘，垄断全县高端餐饮。肖老板，我敬重你的为人与本事，可对方是以权换钱，以本硬拼，连您的沧海社都步步受制，更何况我这小小酒楼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先看看也不迟。区区2滴，竟比我的百年高汤还鲜美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琼浆玉液？你手握这款独家海藻精，便能做出全城独一份的鲜味，独享县城高端餐饮这口肥肉。此物堪称餐饮至宝。这海藻精的合作，我醉仙楼定下了。那我就先给您交代清楚，店内菜式创新、菜品定价，我一概不干涉，但原料绝不能外泄。我答应。那些半价海货吃着一点鲜味都没有，还是沧海社的东西地道，寻常菜式都能吃出顶级口感。说的没错，那几家低价商行卖的全是鸡鸭陈货，吃了还拉肚子，根本没法和沧海社比。肖会长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糊涂犯错。这是连本带利的劫寻货款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们留一条活路。当初你们恶意低价倾销、压榨同行的时候，可曾给旁人留过半分余地？现在来求饶，晚了。肖会长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，府城大人物持令胁迫我们入局，说不照做就封我们的商银。商场博弈，败者出局。你们的3间临街铺面，就当此次的赔偿吧。这3间铺面占据县城核心路口，4通8达，客流汇聚，正好可以作为海藻精展示批量出货的核心据点。赵元衡妄图砸钱耗死我，反倒替我扫清了障碍，还拱手送来黄金铺面，亲手为我铺平了扩张之路。肖老板当真是好风光啊！不过捡了几间废弃铺面，就敢在临海城横行霸道。哼，识相的立刻交出所有铺面，否则当心货流被查封。沧海社所有供货皆有县衙备案文书，何来查封之说？倒是赵家恶意扰乱市场秩序，还敢顶嘴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当众寻衅滋事，扰乱秩序，真当律法是摆设吗？沧海社诚信经营，造福百姓，乃是咱们临海城的福星。要是赵家坑民内卷，输不起就上门找茬，未免太过霸道。肖老板为咱们百姓干了不少实事，绝不能让外来权贵欺负他，绝不能让他们欺负肖老板！欺负肖老板！回去转告赵元衡，下次再敢无端滋事，我定禀明县衙，追责到底。你给我等着！赵元衡心胸狭窄，手段阴狠，怕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他明面上拼不过我，必然会铤而走险，动用阴私后手。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。钱管事纵使无用，也是我麾下之人。萧兰竟敢屡次折我羽翼，破我布局，此人不必再留。传令海鬼众，今夜即刻出海，假借海盗旗号突袭经络湾，将沧海社所有工坊仓库一概焚毁，寸草不留。萧兰敢与我作对，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海边夜盐巡逻哨全部失联，
外海出现数十艘黑帆快艇，正直冲经络湾而来。即刻启动全套应急防御方案，所有人退守攻防南侧，斜坡掩体，以守待攻。我早已料着你主子输不起，必会铤而走险。只不过这不引起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。你既然敢主动露面，全员放箭，诛杀！殿宇，我们死定了！所有人稳住，不必慌乱，有我在。深夜行凶，放箭屠湾。今日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饶命！赵元衡，既然你执意要斗，那我便和你斗到底。当年的血海深仇，是时候清算了。萧会长，你所说的可是真的？诸位心知肚明，这枚腰牌的主人是谁？今日赵元衡为除我萧兰，可放箭屠湾，明日便可为私欲洗劫诸位的货船码头。若我们再不团结起来，所有人都将沦为赵元衡圈养自身的肥料。萧会长，此事早已不是一家一铺的私事，是我们整个临海商户的死局。你说如何布局？老朽愿听从调配，全力追随。没错，我们单打独斗，早晚被蚕食殆尽，唯有抱团联手，方能自保。对，为今之计，唯有成立临海护卫队，守望互助，才可防患于未然。赵元衡身居高位，却祸乱临海商道，我等全力追随萧会长，共守海湾，共抗强权。今日起，沧海护卫队正式成立，全队以潮汐为令，以烽火为号，轮值值守，护我沧海。是。全湾岸线划为4大巡防区，自礁石西段起始，每间隔1里设立一处固定岗哨，凡外来无籍船只，拒不配合盘查者，先以信号弹示警驱离，示警无效，即刻以弩箭截停。死守经络湾全域安宁，誓守海湾，护我沧海。从昨夜布局到今日整编，你一刻未歇。海湾有护卫队值守，不会出乱子。你下去歇息片刻吧。风浪未平，我多守一刻，海湾众人便多一份安稳。有你在身边，我便不会觉得疲惫。萧会长，我们在礁石盲区发现了一艘赵府的遗弃快船，舱内有大量焚烧痕迹，这是残留的密函残片。断海路，海贸封禁，绞审。赵元衡是要彻底封死我们的海陆商道，斩断我们的根基。既然他执意赶尽杀绝，那我们的行动也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文书分3路快送，优先联动诚信和老牌商行。沧海社能不能守住，就看你的了。是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
只要核心同盟站稳脚跟，便可撕开风海死局，保住整条临海商脉。夫君，各村均已落实分户储备，足以支撑长期封锁。另外，各地商行传来密报。另外，赵元衡的封海令3日之内必定全域落地。既然赵元衡执意摊牌锁局，我便提前全域破局，让他的计划全盘落空。封海政令下发至今，主动依附官府的商户有几成？回大人，主动顺从者不足4成，大半商户皆在观望推脱，拒不站队，疑似私下抱团串联，意图规避封海管控。抱团自保，哼！萧兰倒是手脚飞快，懂得借力聚力，只是聚众结盟对抗政令，罪名更重。来日我出手清剿，更师出有名。哼！我故意留下破绽，诱他公开结盟。今日他声势越大，来日倾覆之时，越万劫不复。站住！你们是哪儿来的？回大人，我们是从南边令海过来的，顺路停高补点淡水，休整片刻，马上就走。行，去吧。还沧海护卫队，我看就是徒有其表。大人真是把这些乡下泥腿子看得太重了。走，随便溜达2圈，摸完底细回去吃酒复命。赵元衡自以为派来细作窥探就能拿捏我方虚实，让我落入他的算计。殊不知，真正入局的从来都是他自己。夫君，今日午时入城的4名暗探，探查路线与会合位点，和我们此前预判的分毫不差。赵元衡如今进退两难，封海未成，作乱无果，只能靠窥探试图找出我破绽。若是此刻收网抓人，只会打草惊蛇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假装中计。传令下去，往后码头岗哨皆向值守，尽数维持今日的松懈姿态，不必处处严防死守。让这批暗特看够了再回去复命。我明白了，你故意暴露假破绽，让赵元衡彻底放下戒备，大胆出手，才能调出他藏在暗处的所有底牌，将他一网打尽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有你帮我稳固后方，研判局势，我方能安心布局，守住一方安宁。这片山海是我数年心血，绝不能容忍他人践踏。赵元衡想寻破绽回我经络湾，那我便亲手布下牢笼，让他自投罗网。听说户部封海令快下来了，我们以后都没法出海打鱼了。我家海藻田全靠海陆通商出货，一旦封海，这不得都烂在滩涂？这事绝不会发生！我已将沧海社所有收支明细上交官府备案。沧海社从未违反乱纪，户部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封海锁关。赵老板，沧海社果然是清白的，咱们有活路了！有活路了！哼，就算官府备案又如何？封海令是户部政令，上头铁了心要封海，
你们再走正路，也挡不住政令落地。封海令本意是安定海域，绝非断绝民间生计。我今日主动开放海贸权限，共享码头仓储，于情于理，官府都没有任何理由封海。要不是萧老板，我们不可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。我信萧老板，我信萧老板。我们世代靠海吃海，这等害政政令，绝不认同，绝不认同。我们百姓人绝不认同。今日所言，尽数落纸为凭，终身作数。沈家将永久开放海藻育苗圃，与全民共享山海基业。萧老板和沈掌柜是真心为我们百姓着想，我誓死追随沧海社，誓死追随沧海社。会长，物证与民情文书已顺利送达青州知府手中。不过，知府大人好像并不看好咱们。仅凭赵元衡迫害金洛湾的证据，不足以将他人根拔起，除非能找到更关键的证据。会长，有新发现。我们此前清查赵元衡名下商行旧档时，意外发现了这个。这是当年赵元衡构陷我父亲通敌的书信。爹，这些年你蒙受的冤屈，终于能讨回来了。之前还怕封海令卡死咱们活路，没想到萧老板一招就给破了，可不是嘛？不止保住了海路，连官府都没法说咱。这才是真聪明，既保住了咱们家家户户的生计，又让那些权贵的阴招没处使。说得好！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如今海湾安防尽数稳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伙儿都夸你厉害呢。眼前的安稳只是一时的，赵元衡身居高位，随时可以一纸诏令千里掣肘。我们固守一隅，终究只能被动挨打。想要护住这片基业，唯有北上拓商，广结人脉，搜集赵元衡核心罪证，方能从根源破局，永绝后患。船身坚固，做工扎实，足以扛住北上海路所有风浪了。这是北上沿途所有港口的接应命录，我反复核查过，对接的都是可靠人脉。这一路繁杂筹备，辛苦你了。全靠你替我稳稳守住后方，我才能安心远行。赵元衡盘踞朝廷多年，耳目遍布京畿各处，此次北上步步凶险，你在外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这次北上，我不仅要查清当年旧案，报我萧家满门血海沉冤，更要守住我们亲手打下的基业，让赵元衡的算计彻底落空。我们几代人辛苦攒下的基业，实在是赌不起啊！萧会长，并非我们薄情寡义，只是赵侍郎身居高位，想拿捏我们轻而易举。我等还是不参与北上之事了。
趋利避害，自保利身，本就是行商之人的天性。各位若是执意抽身退股，沈家绝不阻拦。所有钱款，沈家会今日全额结清，并额外给予补偿，绝不让各位亏损一毫。愿留下与沧海社共进退的，沈家愿再让利2成。肖老板大气！北上所有风险，全部由沧海社一力承担，绝不会让诸位无辜受累。此言当真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真等你被朝廷降罪问责，我们这些留下的商户全部要被连坐。你这杀我们全城商户的身家性命，给你自己赌前程。你真以为你假意退股，勾结赵元衡制造内乱的算计，做得天衣无缝？你们刻意挑拨商户离心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内部崩盘，帮赵元衡彻底吞并整片临海基业。奸细，赵元衡的走狗！我们与你2人相识多年，如今居然为了攀附权贵，出卖我们的家园基业！萧会长胸襟坦荡，才是真心护着我们百姓商铺的人。说得好，誓死追随！此番北上，我誓死追随沈家，追随沧海社，生死不弃，一路到底。誓死追随，共赴前路，不惧权贵，不离不弃。赵元衡，你害我全家，斩我生路，这笔仇我从未敢忘。如今万民归心，咱们之间的血海深仇是时候了结了。家里我安排妥了，老刘守着总堂安防，码头、街巷的暗哨全都加了梗，你只管放手去干。我规划了4条水路，主路正常通商赶路，另外3条备选水道专门用来避关卡躲巡查，尽量不与官差打交道。北方水路一直被赵元衡把控着，关卡查得极严，你一定要小心他的爪牙。水路遥远，风险难料，真遇上拦截别硬碰硬，先绕路避险，再传信回来。我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你平安归来。我晓得轻重，待我查清所有罪证，了结恩怨，就立刻归乡，再也不与你分开。夫君，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我们有孩子了，我怀了你的骨肉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谢谢你。所以你更要好好活着。我们母子都在家里等你凯旋。会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起航。等一下！姑爷，路上坐船辛苦，这饼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带着垫垫肚子。肖老板，多亏你护着咱们临海商户，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。说得好！对，此去一路保重，我们都等你平安回来。一路保重，平安回来。是啊，肖当家，你为我们百姓谋活路、稳生计，大伙儿都记着呢。记着呢。千万保重身子，别让我们大伙儿担心。好人自有归途。肖兰，盼你扫清阴霾，早日归乡。
早日回家，平安回来，平安回来。出发！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平安玉佩，我日日焚香擦拭，此番远行，你一定要带上它。别忘了，我们的孩子还等着爹爹回家，前路再险再难，你都要撑住，活着回来见我们。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我一定会平安凯旋的。扬帆起航！启禀会长，3支船队阵型规整，全程海面无异常动静，一切平稳。越是安稳，越是蹊跷。赵元衡素来阴狠，从不会明面结党，只会择无人见证之地斩草除根。属下即刻下令，全员加强戒备，紧盯海面动静。不必声张，对方刻意隐匿蛰伏，就是想等我们驶出近海再设杀局。传令下去，全员暗藏戒备，静观其变。是。会长，左右2翼海面突然出现大量不明快船，正全速向我方河纹逼近。果然在这儿等着我。赵元衡算尽天时地利，想一战绝杀，斩草除根，我便将计就计，一锅端掉他所有案件。火灭了，幸亏会长出手及时，不然这漫天火海，我们根本无从抵挡。是啊，不然咱们就死定了，不好！水下有埋伏，是沉船杀招，他们根本没打算靠火船取胜。完了，龙骨若是被凿穿，整片海域根本无人能救我们。大人这次计谋可以说是万无一失，这次萧兰死定了。全员准备，3息之后凿穿龙骨，沉船灭口。火船诱敌，水下凿船，虚实相辅，连环夺命。赵元衡的阴毒算计果然不止于此，以为双层杀阵便能困死我，未免太过天真。控水复火锁海困船，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。萧会长，是我等自不量力，冒犯天威，求您手下留情，饶我们一命。赵元衡以为派你们这群蝼蚁前来劫杀，便能断我前路，阻我北上征程，锁进船舱严加看管，留着他们的性命，让赵元衡亲自签收这份跨海送来的大礼。只要拿下青州市场，打通北方商路，沧海社便能顺势开遍天下，处处生花。经络湾穷乡僻壤的临海小县，能捣不出什么值钱好物，也敢进青州商会糊弄世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青州商会收纳的皆是天下珍品，你这乡野作坊的粗制劣品，根本登不上大雅家之堂，不如趁早打道回府，免得白白惹人笑话。青州商圈自诩眼界开阔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是一群坐井观天之辈。看着气风品相规整，香气不俗，难道是我刚才小看他了？装模作样罢了。海货闲行粗劣，再怎么折腾花样也上不了台面。诸位亲自品尝，便知优劣。我倒要尝尝这乡野小作坊能吹出什么神仙味。这是什么绝世美味？怎会如此鲜美？萧老板，你莫不是从龙宫里请来的厨子？萧老板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这可比青州所有海货都出彩，我愿意最高价拿货，跟您长期合作。这般品质放在整个青州海货行当里，都是顶尖水准，实在难得。什么好东西这么出彩？拜见知府大人。听闻今日商会摆出了新奇海货，本官特意过来开开眼。口感清爽脆嫩，这鱼露更是鲜得地道。本官在青州任职多年，从没吃过这么鲜美的海产。这般绝佳好物，用来做咱们青州官宴的御用食材，再合适不过。本官决定给沧海社5年独家关供资格。从今日起，沧海社就是咱们青州官府唯一认证的海产关供商号。谁要是敢私下打压排挤，就是公然对抗官府政令。多谢知府大人抬爱，沧海社必定保质保量，好好供货，绝不辜负大人的看重。会长，
夫人的信到了。沧海社分店已经铺满周边5座城池，5月营收比去年足足多了40%，家中一切安好。夫人真是我的贤内助，后方根基已然稳固，那青州这边也可以正式开局了，即刻筹备。青州直接连开5家沧海社高端分店。会长，5家店铺同时铺开，动静会不会太大？要不先开2、3家试水，以免激起本地商户的抵触。越是有人围堵针对，动作就越要快。唯有5店齐开，垄断高端市场，才能让沧海社彻底在青州站稳脚跟，成为天下第一海商。这味道鲜香十足，我家老婆子以后做菜煲汤，滴上几滴，味道绝对翻倍。这家铺子看着就高级，和那些糊弄人的杂货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买着也放心。从开店到现在，队伍就没断过。沧海社这次是真的在青州扎根了。肖会长，恭喜恭喜！沧海社才在青州开业就火爆全城，这般盛况，青州前所未有。我们几人想通了。贵社货品独一无二，竞争力极强。我等愿放下所有成见，与贵社长期合作。诸位若有靠谱渠道，能做到长期共赢，我自然愿意酌情合作。多谢肖会长大度，我等必定诚心做事，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萧兰，风光无限是吗？你的死期近了。肖老板果然是个痛快人，只要价钱到位，青州所有私盐海货渠道，我们都能帮你打通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背后可是京城户部的赵大人，整个青州都得给我们让道。赵大人位高权重，能搭上这层关系，我自然求之不得。往后还得仰仗二位多多提醒。不知平日里私货周转，盐道放行，具体是怎么运作的？我先摸清门路，免得坏了大人的规矩。算你懂事，青州所有盐道和黑市海贸都是赵大人说了算，只要钱给够，市婆司的大人自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原来如此。赵大人远在京城，却能稳稳把握青州要务，当真是手眼通天，在下实在佩服。会长已经查清楚了，赵元衡在青州搭建了一套成熟的转运体系，明面做正经生意掩人耳目，背地里专营私盐、海贸、黑市2大灰色产业，结党营私。此人极为谨慎，从不用私人名义记账，但所有关键节点都留有他亲信官员的签名，这些账目和文书就是他黑市敛财的核心罪证。赵元衡藏得越深，布局越广，罪证就越多。他想借青州黑市敛财，殊不知这片灰色地盘就是他日后倒台的致命死穴。青州的父老乡亲们都看仔细了，这沧海社就是个黑心店，把臭鱼烂虾卖给咱们老百姓。我们家里人吃了他家海货，上吐下泻，高烧不止，差点把命都丢了。这种黑心商铺就该立马关门，滚出青州城。看着确实烂得离谱，难不成沧海社真的一直在卖次品？太吓人了！还好没抢到他家的货，吃出毛病可就亏大了。等等，这些变质海货，咱们店里的出货记录里有没有记录？咱们沧海社的海货都是当天到港售卖的，从没有过这种腐烂次品，更没有对应的出货记录。把今天新到的现货全都搬出来，大家一眼就能分清是非，自有公论。这差别也太大了，和地上的烂货根本不是一家的东西。沧海社肯定是被人故意栽赃了，就是你们家的货害人，今天必须给我们赔偿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这是青州府衙的官方供货文书，我们所有货品都经过官府专人查验备案，要是真有次品，沧海社甘愿加倍赔偿。至于这几位拿出来来路不明的烂货，还是交官差查验吧。你以为闭口不言就能护住背后指使你的人？你聚众诬陷、恶意抹黑沧海社的罪证，我早就掌握了。硬扛到底，最后只会连累家人。老实交代，还能从轻发落。我说是赵元衡，他许诺给我3000两银子，还说万一出事会保我平安，事后另有重赏。我一时糊涂才做了错事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次。果然是他，这次他急着出手，反倒彻底暴露了自己。有了这层口供佐证，再加上黑市的完整罪证，赵元衡这次死定了。废物，居然一而再再而三栽在一个傻子罪奴手里，还让他顺藤摸瓜，
查到了我青州的账本，立刻派所有死士奔赴青州，不计一切代价，我要萧兰马上死。今日邀各位齐聚，是要宣布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青州取缔所有私下交易，由沧海社统一代单，共享冠冕通路，大家共享富贵。萧会长胸心格局，属实远超常人，竟愿意把这些核心资源拿出来共享，在下佩服。但谁若继续勾结黑市私贩违禁货品，便是与官府为敌，沧海社绝不会轻易放过。以前黑市当道，我们夹缝求生，赚小钱担大险。如今有萧会长规整市面，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做生意了。说的没错，如今跟着萧会长走，就是抱住了最稳的生路，没人会傻着逆势而为，自毁前程。萧会长重整青州商风，是我青州商界之幸。我等定恪守新规，诚信经商，摒弃歪风，共护青州安稳市面。我等谨遵萧会长安排，恪守新规，诚信经营。会长，如今青州黑市彻底肃清，全城商户同心同德，官府信任，百姓拥戴，咱们沧海社总算在青州彻底站稳了脚步。我这一手，直接斩断了赵元衡在青州多年的黑市敛财大道，此人睚眦必报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风波才刚刚开始。萧会长，此番多亏你出手整顿青州商市，根除多年黑市积弊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本官也省心不少。这杯陈年佳酒，你我共饮。这里面有东西，好狠的无影水毒，一旦我身死，所有脏水都会扣在宋安澜头上，赵元衡便能顺势重新掌控整片青州。大人客气了，为民安稳市面本就是分内之事。这杯酒，萧某敬你。得手了。这位小兄弟斟酒的手法与寻常侍者截然不同，不如便让他亲自尝尝这坛酒，看看是真陈酿还是藏了别的东西。这是千金难寻的无影水毒，此毒无色无味，入后即发，杀人无痕，乃是顶尖阴司剧毒，会出现在本官的宴席之上。对方借大人设宴行暗杀之时，一旦我毒发暴毙，事后所有罪责污名都会尽数扣在大人头上，可见此人用心之歹毒。本官一时失察，竟让奸人潜伏身侧，险些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祸，连累萧会长身陷死局，本官难辞其咎。并非大人不谨慎，而是此人身居高位，手眼通天，指使他的人正是当朝户部侍郎赵元衡。你说什么？赵侍郎位列二品，怎么会铤而走险，派人当众行刺？朝堂重臣一举一动皆受朝野瞩目，犯不着为地方纷争赌上身家前程，恐是此人假叫赵侍郎名后作乱，蓄意混淆视听，空谈无益。是不是他所为，务正说了算。这是赵元衡的令牌，他竟真的阴狠至此，幸亏萧会长心思缜密，才能化险为夷。此贼潜伏府衙，蓄意刺杀，胆大妄为，罪无可赦，押下去连夜审讯。属下遵命。萧会长，那名侍者熬不住连夜审讯，已然全盘招供。此次宴席下毒刺杀，正是赵元衡亲自授意。此事心智坚韧，早已置生死于度外，绝不可能短短一夜便轻易全盘招供，其中必定有诈。不对，这不是认罪，是刻意设下的陷阱。人证物证俱全，何来陷阱之说？这份供词干净的太过刻意，缺少所有可核查的旁证。一旦我们递交卷宗，赵元衡便可立刻上奏朝堂，诬陷我伪造供词，蓄意构陷朝廷重臣。届时我们会被扣上作乱构陷的罪名，他反倒能洗白所有罪责，摇身一变成为受害忠臣。大人，若是如此，立案就是引火烧身；可若不立案，昨夜官宴公然刺杀，更是难堵悠悠众口。萧会长，如今立案是坑，不立案是祸，你打算如何破局？他敢设假供陷阱，我便将计就计，须立案，实取证，暗中彻查，补齐所有实证。等他妄图反手构陷我的那一刻，我手中早已握着无懈可击的铁证，届时他纵使机关算尽，也必将万劫不复。蓄意暗杀、贪腐乱事，赵元衡的所有罪证都在这里了。萧会长，如今铁证在手，你以为此事该如何收尾？权势再大，大不过国法天理。赵元衡屡屡草菅人命，祸乱地方，早已罪无可赦，唯有密奏上京，直达圣听，方能彻底拔出这颗毒瘤。
说得好，法理面前无尊卑。本官即刻拟写朝廷密奏，连夜加急送入京城，恳请陛下下旨彻查赵元衡。爹，咱们萧家的血海深仇终于有机会昭雪。会长，赵元衡得知青州案发，连夜下令灭口萧正，清扫案线，伪造了大量假证据，打算栽赃您私通海匪，脱罪自保。这是咱们潜伏京城的眼线，从赵恒私库中截获的原件，皆是当年他构陷萧家的核心罪证。赵元衡，你以为连夜灭口伪造伪证便能洗白翻盘？真正能将你一击毙命的核心铁证，早已悉数落在我手中了。此刻贸然出手，只会落入他的圈套。传令下去，命京城所有眼线按原定计划隐秘蛰伏，在赵元衡彻底清完外围棋子之前按兵不动，静待最佳收网时机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赵元衡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大人，大事不好！青州密奏已然送入朝堂，多份核心罪证流传朝野，百官议论纷纷，事态彻底压不住了。该死的萧兰，早知今日养虎为患，当年便该将你斩草除根。传我密令，调集府中所有顶尖死士，即刻奔赴青州码头截杀萧兰。今夜务必取他项上人头，了结一切祸根。有人出天价要你的人头，萧兰，拿命来！赵元衡大势已去，为一个注定覆灭的奸臣送死，值得吗？哼，我等只认命令，不问罪错。今日奉命截杀，挡路者死，目标必杀。想杀我？你们早了5000年。会长，风帆已整装完毕，随时可以起航。起锚，全速驶往京城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萧家满门血海旧仇，我亲自入京，一一清算。京城便是赵元衡的覆灭之地。